大家好，我是小叶。OK， 这次为什么我们会选营地大学呢？因为主要是因为我发现到啊，如果我选私人大学，business 这块啦，我发现很多人会做个对比，就是会选上卫跟营地作为比较啦。然后所以我就直接安排在这里。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问大家啦，就是说你们选一个大学啦，你们会注重在什么？比如讲地理位置，还是价格，还是大学的排名？你们给我知道哦。Sorry? Are you guys here for the open day? Yeah, yeah. Do you have any appointment with our counselor? No. 先简单来介绍一下，我们这边学校有从外面吃多，一个叫红猪型，叫一个比隔壁的这样子个地方呢。OK。还有卖那种食物，像那种一款像 pasta 啊、面包啊、烤肉那些，它都有卖。价钱大概是？价钱大概是只是它口中会有小费5块钱这样子太少。哦。然后，可是如果你用student card买，还会便宜一点点啊，或是便宜5%这样子。哦 ，OK。这种 OK 西餐啊。然后 Juice Coffee 呢，是我们学校是的确会比外面的 Juice Coffee 多一点，可是你要用 app 买呀。然后这边呢，我们叫 Drive Way，Drive Way 通常我们就会办很多活动，会摆很多，它摆上多，每天都有摆，基本上每一个星期都摆，一个星期会2到3天都会摆，哦，为什么？通常是 either for 你要 raise funds 给自己的 club， 所以我们自己 club 的人会叫外面的人进来，叫那些shop 啊来进来，来开鸡蛋筒，然后我们收租金。然后要不然就是把那个钱拿来攒养，然后去做协商的人，顺便来这边做啊，谈天啊，可是你就做这个就是休息的地方，这样子啊。这是学生会的 office。你们这边几层楼？这边11层，可是我们上课没有到11层，11层是 management 跟校长那边。哦，对，所以差不多是到。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地是这种情况，因为现在我们整个学校都在装修着，所以很多地方都会有这样子。可是我们现在带你去的地方应该会比较少有的。哦，这边是用来考试的。对，考试跟上课都有。哦，通常上来就班你就应该懂。这个tutorial班同学哦。对。所以通常我们tutorial班肯定会小一点，因为要给老师更好的1对1跟学生。所以差不多会这样子的 size。然后之后就是差不多中60个学生这样子。可是你从之后这样子的话，就会通常因为lecture是给整个 course 的人掺在一起来听课。我们图书馆呢有分2种，一个叫 quiet zone， 一个叫 silent zone。quiet zone 呢通常是 more on group discussion， 可是毕竟还是图书馆，所以也要讲话也要小声一点哦。基本上我们全部都是可以写字在上面的，然后还有点像whiteboard 音乐这样子哦。然后多一边呢 silent zone 呢，是基本上是完全不能讲话那种，因为那边是基本上是用来温习自己个人温习功课的。然后呢，我们那边有一个 computer lab 在里面 computer room， 然后基本上这些是 small table， 可是也很少讲话，因为通常这个 zone 会偏安静一点。哦，这个 computer room。然后后面呢，全部都是那种 self studying table， 然后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 club 哦。然后我们这边还有 meeting room， 有分2种 meeting room， 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小的。大的可以装大概20个人，然后小的最多6个人，他们会限制。哦，这样子你如果要 book 这种meeting room 的话，是要去考的 book 的是吗？都要 email。哦。然后基本上这些书也可以用来借哦，可是我们讲说比较少学生会用来借，因为我们都是用 online library 多现在。哦。我们还有 online library。图书馆是开到几点的？通常是开到6点，我没有记错的话。傍晚6点啊？通常 weekend 是不会开，因为我们现在开是因为有 open day， 所以我们才开。难怪没有人。我们 weekend 如果讲学校有开，是后面跟Evelyn号这种，因为很多学生，或者是刚刚你们问东西那个地方，因为通常也有学生会住这边附近啦，也会来这里做功课。可是图书馆不会开，因为通常没有图书管理员。艺术班啦，我们是没有宿舍的，我们是 more of collaboration， 有 playground， 然后也有 with my place。这个是叫这 Rajawali， 这 Rajawali 它的我必须讲1分钱1分货，这个比较旧。这个比较旧，最好的是The Brand， 可是价格也比较贵，对，起价贵。我之前住都没有这样贵，现在起到，现在起到 Master Room 1400。哇，这样贵！1000，还没有包括 aircon 费，可是包水包电呀。OK， 这样子我可以理解，我们这个营地是没有宿舍的，可是有 collaboration with
怎样 collaborate 呢？就是他会优先给印地的学生住，还是？没有，因为我们是有跟，好像是跟外面的 agent，因为我们是没有跟印地租，我是自己去找。然后听说是这样子，我们本身是有他们做那种 agent 的电话，然后我们有给那些电话可以给学生，学生自己带哦。明白。对，这个前面就是的 Instagram， 右边那个前面这个右边比较小的，他们那个就叫 My Place。通常我们印地做更多的是 My Place， 可是很多学生会宁愿住 The Grants， 因为环境也比较好 ，security 也比较好。这个新的对 condo compare to 后面那个啦。OK。价钱呢？他们两个价钱差到多吗？很多。很贵啊。右边那个我不懂 under 印地啊，可是我知道我有问过外面啊。最低500。一个房啊。一个房。然后 The Grand 是现在是1100到1400。然后这边是有泳池、有 gym、有 basketball court， 然后有 tennis court， 然后有个 playground， 然后还有自己一个 study room， 然后还有个。所以印地的学生会大概租这2间，然后还有吗？还有。这个刚刚我指定那个红色的那个，红色那个很多对。我刚刚有经过排屋那些有人住的嘛，排屋。shop lot 都有，其实都有很多会拿来当做成宿舍这样子，他们会自己割房间出来，然后给学生住。因为我们这边的确很多学校。这是你们大的 hall。OK。礼堂。这个也是算是 lecture hall 吗？不算。对呀。就 auditorium 呢，通常我们是举办 event 比较多，event 像我们本身 orientation 那你们肯定懂，然后 workshops 啊 talks 啊，那种比较大型 event 是邀请 VIP， 如果他们要做演讲都是在这边的。然后还有时候我们也会用像 club 的 event， 像 culture night，或者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s night， 然后有时候也有一些 project 叫employee project，employee project 是我们印地的一个公司跟外面公司合作的，然后我们只要做好他们给的 project 那一个学期，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个 certificate 啊。这 certificate 过后你放在那个你的 resume 上，其实是很好，因为我本身有跟过大公司合作，所以就帮这些大公司做他们 project。就比较应该是讲他们丢给你一个题目 ，where 这个题目本身是对他们有利。我给我自己的例子啊，我帮过 IGB 做工，IGB 是 Mid Valley 的母公司，对 ，IGB REIT 呀。所以那时候他就有跑来跟我们讲，他就讲 OK， 现在我要给你们一个任务，是因为我们现在只比较受老一辈的欢迎，年轻这一辈根本不懂我们，所以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吸引年轻那一辈来找我们，因为我们要找新人，也要找一些 fresh blood， 所以我们就帮他们找哦。我们是给他一个 proposal， 给他一个 plan， 他就听我们 plan， 然后基本上每个 project 都会有 finalist。因为我做过2个 project，我也是有被 finalize 过，一个是我 present 在 IGB 的 Vice CEO 面前，另一个是我的 project 放在 YTL 上面，YTL 就是 under 我的 project 有被展示过在 KL Central，跟 KLIA 的那个 link 的那个 platform 那边。这是你们的 coursework 还是？算是 course 其实，它不是另外拿的啦，它是 OK。它我们课程 OK， 可是我不确定 diploma 有没有，因为我知道这个是 under degree program。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印地的学生大多数都是走路的吧？还很少驾车的嘛？就是蛮多驾车。蛮多驾车都是住这边，就是本地 KL 沙漠的人。可是如果你讲你要图方便，我们肯定是打 LRT。你要图快，我们就会用车。可是驾车的唯一缺点就是这边还是有很多车，很难找 parking， 是很塞车。对，学校没有给我们 parking 啊。对，parking 在哪里？parking。我们的学生是我们这些学生不怕在学校里面，因为学校里面是 more for staff 跟 lecturer。如果本身我们的学校的 staff 跟 lecturer 很多，我们本身也有限，所以我们学校是不给学生泡在里面的。那如果你要讲泡在里面，可以是 after 6点钟，5、6点钟，泡在学校里面。可是学校开到几点哦？像刚刚你们在那种地方，你们它有时候有开。后面 refresh 有开，后面当然我在里面去看，一些比较 common space 的都会有开。因为我们学校有个规定，就是基本上我们全校8点一起上课，就是一起开工，6点一起放工，一起下课。所以全校学生、老师、工作人员都是6点都关了。OK。就是我们也不会有 Saturday 发生没发生。这样好哎，星期6没有上课。对，因为我听说过很多学校上课到10点。
有2个不同种 office， 一个叫 academic 和一个叫 non-academic。右边呢，这个是 non-academic， 我们叫 student services department， 也叫 SSD。我们通常我们的 pop and society 的东西，你要选的东西都在右边这边，或者是你需要一些心理辅导，因为我们功课太压力了，也可以来自右边。后边这个 student services 是 academic office 咯 ，academic office 通常你的学费、你的住宿、你的奖学金，然后你的 certificate、你学生卡，全部都在这里举办。这个是我们先Center Art Design， 通常Center Art Design 学生都在这边哦。我们有 Fashion Design， 有 Graphic Design， 然后 Interior Design， Interior Architecture，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也有。OK， 所以他们就展示这些作品，所以这个是每次都会换的啦。我们应该是讲定期每换一次。就好像每个 semester 有个。也是好哦，学生有这样子的机会去展示，也是一个不止这边，外面那边，我们学校其实我们学校外面 shop 所以我们的学校是这样的，我没有看到哎，就是 shop 这边旁边，你看有一些黑色跟红色的 building， 那是 under India。我们 engineering faculty 跟 fashion 的 faculty 就是art 的 faculty 都在外面的。这边呢，我们有2个 lab， 一个叫 night lab， 一个叫 windows lab。所以通常我们会用这边是用来上课，有时候也是用来给我们自己的自用，因为Adobe 很贵。所以我们学校本身是有 Adobe， 我们有时也会用这种机会来用正版的啦。正版。OK。你们用的电脑是什么？是好像是 Dell， 这个是 Dell 还是 A 然后后面是 Mac。OK。然后基本上这都是我们的 design studio， 其实尤其更多是 design 的学生，他们用来上课的地方。跟上面的一样啊。板上其实是能存在一起的，中间那个有个隔门是可以开的，它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号。然后这是我们篮球场，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篮球场就是有来用来打篮球，可是毕竟我们每天来上课，6点过才开始打篮球，12点。通常像早上我讲，他会这里有时会用来当 parking， 然后也有的时候他会很时常在那里举办 event。我刚才看你他们 Bradway 那边是摆档口，对，他们也会邀请一些外面的 vendor， 来这边举办 event， 所以有时候他们会带一些很大的 truck 过来。然后对面那个白那一个下面那一边是我们的食堂，可是本身我们学生会比较少去吃食堂，因为我们印地学生有个口是叫 S15， 是我们食堂。宁愿吃外面都不要吃学校。OK。为什么要吃里面？外面有开吗？现在没有开。它有点像早饭的那种概念，就是有那种面啊，然后有时候有肉啊。马来餐还是华人的？马来餐。全部马来餐啊。而且我就看过，我没有什么吃过。明白。这里都是去吃好一点。明白。因为你要讲便宜也有便宜，有贵也有贵，有中餐有西餐有日本菜有韩国菜，那为什么？这样我很好奇哦，你们驾车来啦，外面的话就是给那个。对，要么我们是给对，要么是他在那个 car park lot under NP。这样 car park lot 啊，多少钱啊一天？这个我不是很能讲，因为我本身是在 LRT 来上学。是这样子。你 LRT 的话在哪里？你的 LRT 其实我来那家在后面那边。然后走路过来这边呢？是吗？10分钟，对，真的是 lecture theatre 的上坡是 MTU 班，因为 MTU 通常我们都是 mix 不同 course 的人在一起，这个班能塞满到155个学生，没有记错吧？所以比较多讲座会 workshop 跟 talk 都会也在举办这边。然后也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星期3 2点到4点，我们全校是不上课。周末的？因为就是营地给我们休息的时间。哇，然后通常我们这个时间要么是用来做 club and 我们自己，要么是举办 club 的东西，要么是学校老师来自己开会。不然就是有时候我们有 public holiday， 我们就要补课，老师也会用那时间来补课。星期5好像也有一个时间也是这样，可是因为有可能那个什么样时间。这样我问一下啦，你们讲你们上课时间是9到6是吗？还是8到5？8到6。8到6 ，OK。如果是开始上课就是8点，如果是放学就是6点。有遇到那种空横中间，早上有空横中间，然后这段时间你们做什么？空的。很多学生要么选择出去逛街，要么是住宿舍的话就回宿舍哦，或者是有可能在学校办公那种做工，有可能他们会先去做工，有可能会利用这时间来做。可是我没有看过很夸张啊，通常是最多是4个小时才在下个课，这是我听到的啦。会不会有一天是没有课的？有啦，反正就这样子，会比较多学生没有上课的一天是星期5。星期5啦，因为我们很多学生不是很想上课星期5。
所以会跟 lecturer 要求，或者是跟有可能如果你讲刚刚好那一整天你只有那一个 tutorial 班，那上那1个小时，很多学生会不开心。所以我们学生会全部一起集体去跟老师讲，我们要换课，换时间。老师就可以给。你们这边的 society 跟 club OK 吗？ OK， 我们有多差不多超过22个我知道的话。因为这个呢，这一栋楼叫 3R 是称为 recharge refresh 跟reconnect。所以通常呢，第一楼 refresh 呢是拿来讨论然后来chill的地方，因为它是有个 aircon， 所以通常学生会拿来一起坐下来谈谈天啊，讨论功课啊，做功课啊，吃东西啊都有。2楼3楼呢，我觉得印地做的很好一点，就是它是休息室来的哦，所以有可能你就讲像刚刚你讲，如果空出来的时间，会来做什么？有时候学生会拿上去休息。所以呢，这是 business faculty 的 office， 这是 office 的 哦，所以通常比较多的 business lecturer 都会在这边。可是他们读 diploma in business 的话啦，所以 degree 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要选，他到底是要 Australia 的还是 UH 的？我觉得这是看学生，因为也有学生会考虑转校啊，所以是看他们自己。有时候如果你讲是要看学校，很多学生会选择留下来，因为如果你讲不是读 diploma 读 foundation 的话，Indy 有个东西叫 free foundation， 就是如果你是从 Indy foundation 上来 Indy degree， 我们会直接整个 degree 收扣掉你 foundation 的那个学费。所以很多学生也会这样子选择。所以是看个人吧，因为也有学生会，如果你讲要选 major 的话，或者是你讲选择比较有名气的话，肯定会选择 Australia， 因为 Australia 就是有排名嘛。如果你讲要选不同很多 course 的话，选择比较多的话，很容易选择 UH， 就是英国那个。我们这边叫 Korea， 然后其实这整个部分我们也被称为 soft block，这边基本上就是 SUT 上课的地方。有时候 business 的学习也会来这边上课，这里是学校的体育管理跟餐饮业的学院哦。然后上面呢，我们 Akira 呢是他们的 restaurant，他们的 restaurant 有时会开，然后会来做 fine dining 给学生。这前提是你要做booking啊，做 reservation 的。明白。也是要给钱的，不是啊？要给钱可是很便宜，那少便宜10块钱。因为他们是来做 assignment 的是吗？就是拿来做 practice 哦，来自己来练习，还挺可以多块钱。也有去这个吗？对，你要上去吗？啊，看一下你，因为你讲这个真的是可以休息的地方。我说最近他们换了东西在里面啊，因为以前我们2楼是沙发，跟现在的沙发是完全不一样。哦，这个很舒服，很舒服啊！这个我没有做过，因为这个好像是几个星期前的号码啊。在 SUT 比较多人还是那个 UH 比较多？UH 比较多人。 UH 比较多人。因为 SUT 一它很难读，2是很多人会比较想要 login pass。然后它的确变了，因为之前没有这样少沙发的，可是这个沙发本身也是变了，前几个星期才放。这样你们的 sport 哦，只能是打篮球罢了咯。篮球也有futsal， 然后也有 dance club， 我们上面有个 sports hall。sports hall 通常我们是拿来练舞啊，练 pickleball 啊。有时候那些需要用镜子的人也会用那边。刚才我们是从那边出来是吗？对，我们从那个带路的。原来我们走这样远了的啊。哦，看起来又不会很远哦。讲Indy很大，我不会讲很大跟你们，是我觉得它也不跟个人讲，我觉得对，它很多懂 connect 起来，对。很多，我都不知道我已经来了别动这样子。这个呢是叫 career service，career service 通常是我们找工作的地方，然后通常你讲像看刚刚我跟你们讲的 employer project， 然后我们有 bootcamp 是怎么样呢？通常是比较像一个 one day to half a day activity， 公司进来给一个 small talk。他给你一个当场给你一个 title 一个 project， 你当场做给他几个小时后讨论拿 certificate， 也是对你的resume 很好。然后我们有 internship 跟 job placement 哦。通常你讲，如果你真的找不到 internship， 你真的很着急找，你最多是跟他们讲，我想要找 internship， 然后给你的 course 什么 course， 你拿你 resume 给他，他会 list 出来一堆工资给你，你自己打电话去问就可以了。这边旁边就是我们的 Mathcamp Studio， 可是我们的 Mathcamp Studio 现在我们拿卡，所以是没有开。那通常都是来拍摄，然后有个 podcast studio， 然后学拍照比较多。会很多人吗 ？NT？初班 campus 应该有2000多个，最少2到3000多个。我在之前是4000多个，是真的一个 COVID， 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啊。不会好像比如说我要上课，我要等 lift 等很久这样子，不会啊。lift 那肯定是会的，前面那个会等，因为你跟很多学生争着。等不到就跑楼梯了是吧？跑楼梯的确很多去看他的。
是啊，听说过。哦，没办法，真的没办法避免，因为太多学生来我们，而且以上课为主地方呢，都是那边那一栋楼，是我们讲的练舞的地方，这必是有听说。哦，练舞的，练舞的 OK。练舞哦，然后这整个地方也是在那里面场地也是蛮 OK 的，蛮大的。我想问哦，你在这个学校吗？其实是比较多本地人还是外国人？本地人，本地人。通常你要讲外国人是18,000大概，我们的外国 boss，因为我们外国 boss 的价格其实蛮低价的，或者是他们会选择读 AP，因为毕竟 AP 处理 AP，有些外国人会觉得，从我的国家过去美国会贵一点，可是如果我是来马来西亚读拿他们的 exchange program 会便宜一点，很多学生会这样会觉得，这是我听说过的。我这两个呢不是给我的，因为这是给外国人用的，他们 international center 跟 international office， 所以通常呢见到外国人呢，我们本身是有自己的 office 的，不是我们 house handler， 是他们的 house handler 的。然后这边通常是哪里的办公室有问题的，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交流的东西，然后他们就来这里了。问题不是他们不懂呀，你要讲印地在我们觉得，是你要讲小的，我会觉得少，因为我们会内部。所以你看到前面。为什么好像有各式的那个黑色哦，看到都是安在土地的。这3栋是比较多学生住的了。那个价格最贵了。那只是那个学生族的人在 S3，他们有个 master 考虑来这边的。然那边价格也会便宜。对，因为那边铁梯很多，而且没有这样多食物啊那些，明白。那边 more factory 的地方。刷的吧是 free 的。刷的吧。就是其实我们先想要了解就是那个入学要求，然后我在印地大学读的话啦，它的 pathway 就是这样子，可以。然后再来最受欢迎的科系有什么咯？我们要了解一下，然后科系中的学习内容有什么这样子啊？可以啊，然后再来就是学费啊、PTPTN 啊，还有奖学金。可以，没问题。如果它的 SPM 是3个 credit 罢了的话呢，就是 ABC 就3个，它只能进 diploma 而已。OK， 这样假设还有5个呢？5个的话是 foundation， 最主要看成绩很重要。这个是program guide， 是跟你讲我们的营地有什么课程可以读啦。我们这边呢最多人读的就是首先第一 business，business 是我们可能是 top program 嘛，第一个 business，然后第二个呢，当然也是很多人读的是 computer science、IT 这些东西，然后也是会有 mass comm，然后也是就大众传媒，然后也是会有那个 hospitality， 就是酒店管理跟多烹饪的，然后也是有 art design 画画的，当然我们也是有 science， 就是 engineering 啊。读中医啊，这些也是有。我们是 college， 对，所以 uni 跟 college 是不一样的。我们 uni 就一间，就是你来那一间。所以 college 有3个地方，苏邦、槟榔跟沙巴。我们苏邦是最多人读的，因为最多 program 在我们苏邦这里。这样 university 又是什么差别呢？OK，uni 呢，它是 for science 的 program 比较多，好像 engineering 啊，读中医啊。读那种 physiotherapy 啊，物理治疗师啊，全部在那边，还有读那些 master 啊之类的。sorry 一个问题啊，假设他有5个 credit， 然后他想要读，好像你讲的 engineering 或者是中医这些啦，这样他就只能去尼赖那边对吗？不是，我们这边是可以读。也是可以啊。把 degree 才要去那边不了，好像 foundation in science 可以读我们这边。好像他们的 degree engineering 中医全部在尼赖。OK。我们这边 degree 是没有那种读医的。OK。全部在尼赖大学上面。OK。对，我们的 degree 通常是 business 啊，2年在读 art 比较多。哪一个比较有 campus life？这边跟尼赖，看个人吧，因为是我的话，我会选苏邦啊，因为那边尼赖它是在神人班，然后它是后面是那种森林来的，它就是一个森林，里面有一个地方给你们买东西，这个校园对我来讲是很 boring 啊，我比较喜欢苏邦这边，因为他们就是吃东西，走走，因为你不会这样闷，因为 campus 是自己找的，是看你跟你朋友去哪里玩啊，什么地方啊，而不是一个环境。对我来讲啊，还是以前对我来讲，如果我觉得这个 campus life， 我觉得学校是很无聊，但我有一班很好的朋友跟我去玩，这个也是我 campus life。也是。所以它不一定是学校的环境造成。business 这边，他可以读的是 diploma in business 咯，或者 marketing 啊，或者 finance informatics，就有苏邦这边有罢了。好像一些是如果在对 e-commerce 啊这些要在比拼的。所以当然一些 program， 就我只能讲 most of the program 会在我们苏邦这里有。你可以看到我们苏邦是最多空的，因为只有苏邦有罢了，其他是比较少的。
人哋只有书邦有而已。OK， 所以 let's say 如果他是对 business 感兴趣，通常啦，我都会建议学生，如果他们真的是不懂他们要读什么，或者他们觉得而且他们会拿 arts， 我都会建议他们一个是读 business 或者是 mass comm， 因为这两个的出路比较广一点。对，而且也不会这么迷茫，它也比较好读，不会说很难读，因为到头来他们出到社会还是有帮助的。找工啊，做工啊，公司啊，因为每一间公司一定少不了 marketing management 这种 department 一定会有。所以如果他们不知道读什么，就 business。对，如果他当然同时他也是要对 business 感兴趣啦，这是重点。So business 他就是跟你讲这一间公司会有 marketing management， 会有 finance accounting 这些东西。一间公司一定要到 business， 一间公司一定有 marketing department，或者 management， 他们要去管理他们的那些的 staff 啊。或者是人事部啊这些地方一定会有 management department 这种 marketing， 一间公司一定会有 finance 部门，因为他们要去算钱，要出薪水给他员工，所以他们每个月要算这个公司用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你不能overbudget的嘛，等下公司赔不起那个钱，所以这就是 finance 工作，要算钱，对，算钱做账那种东西。然后 accounting 就做账哦，帮人家 refinance 他们的 financial 的 segment 啊。什么东西啊，翻新啊这些之类的，所以就是 accounting。所以 under business 它是很广，它的出路是很大，是看你要去摸在什么方面上而已。所以这就是 business。意思呢，他们只是喜欢 focusing on 在就是 marketing。marketing 就是要教你怎样做生意，教你怎样有一个更好的一个 sales， 把生意的头脑给它拉高提高 marketing。然后 business 是最 common 的， business 是什么都可以读到。只要按照 business 所有东西都可以读到，包括 accounting， 包括 finance 这些，它都会touch到啦。会，但不会太过注重于。意思说它就是比较广的，这样business administration 这样子对的。把这个 diploma in business 呢，它的 base 会摸这 marketing 跟 management 比较多，因为 under business 里面marketing 跟 management 是最大范围来的。是。然后到 finance 跟 accounting， 所以它 finance accounting 啊那些东西，它只是包括2个subject罢了。就是每个两个罢了，它最多全部是以 marketing 跟 management 为主。所以如果他真的是要 major in accounting 的话啦，他到 degree 的时候，他就可以 major in accounting。意思是说，他先 diploma in business， 然后再转去 degree in accounting。对的。在 diploma 的时候，他就什么都学，看他对哪里更有兴趣，然后在 degree 的时候再转，的意思是这样。对。其实我会有点好奇啊，如果啦，你看他是 business 嘛，很广嘛，然后等下他过后他 degree 选 accounting， 他会不会比较难 handle 了？因为可能如果讲他是选 diploma in accounting， 他至少有个基础啊。对。其实也不一定啊，通常如果他不知道要读什么啦，他最好是读个 business。因为 business 他什么都可以学到，因为 degree 我们会有1、2、3年的嘛，你year 1他给你学那种基础也是有一样的东西来的。一样。对，所以diploma in business 他去 accounting 他一定会读2年半多这样子。But accounting 它不在我们的书邦，它在哪里？它在沙巴。所以很多人没有选择，要选 business 咯。书邦有的是这个，书邦有的还3个罢了，1、2、3。还有这个是 online 来的，这个不算啦。Financial informatics 它就是 finance 加 IT 的结合。怎样讲跟 IT 的结合，我也是很好奇的。So finance 它是 business 的嘛，so 它的 IT 是 under business 的 IT as in，so 这个 program 它是读到就是好像我们会用那些 online transaction。我们用 online 那种对 now 啊 ，online 过账这些都是 IT 来的嘛。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已经是全部是用 online 过账了。是。所以他会教你这些方式什么，要怎样去运用，要怎样去查那些账啊 ，check 那些 transaction 啊 ，through online 的这些东西。这样子意思说他会有动到一些 software 的东西要去 build 这个。不能讲 software， 他只是说他是 finance， 把它加了一点 IT 下去。他同样是会学到关于到 finance 的东西，他一定会有 accounting， 会有 maths、English、banking， 他东西一定是默认的去学了的，经济学、management、finance 的东西。然后会给人教你budget的东西啊，那种 intelligent 的那种全部都会 cover 到。所以我们的 Indeed 会 list out 给你说我们会有什么 program 也是会上到的。对，这也是好。对，所以他可以看哦，他可以go through我们这些博士去看 ，OK， 这些 subject 会不会是他想要读的东西。值得称赞的一点就是，我觉得 Indeed 他做网站的部分真的做到蛮好的。像比如我真的是有兴趣读Indeed的话，我去他的网站先去了解 business 这一块，然后我可能从 certificate 开始，然后到 diploma 到 degree，OK， 然后我就选书班，选好过后呢，
然后它就会 compare 出来啦，就是每个的学费多少钱，然后是学什么的，然后 duration 又花多久，然后再来什么 campus 有啊，然后再来你的以后的未来的就业机会会是做什么行业这样子。可是他们可能都看不懂啊，比如说这个 user experience 啊，这个我们出来做工，我才大概有一点了解。如果他们以中学的角度去看的话，可能对他们不懂了，他们要读才知道。对。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想考 ACCA 跟 CFA 的话啦，有什么课程可以支持吗？有，读这个 degree program 就是如果他们是对 accounting 感兴趣的话呢，或者 finance 是可以读的。他读这个他们会 cover 到 ACCA paper 的，所以你读我们这 degree program 3年，他可以直接exempted掉9张 ACCA paper。还剩因为 ACCA 总共是13张，13张9张，剩4张他去外面考，然后他考完了之后呢，他就可以成为 ACCA 了。所以我们只有这个 accounting finance 是我们比较 professional 的一个 degree， 是给你 go to accountancy 的。finance 有 ACCA、CPA、AICPA 跟 CMA。CPA 只要是按照 accountancy 的全部那种 charter 的东西，他都会学到。他不用出国的，他可以3年在马来西亚完成，然后拿到这个 degree 文凭，按照这个国家1张罢了。因为我们读的全部东西是按照这个英国大学的。对，所以他到最后只有1个文凭，多额我是没有。因为我们是书报。我们书报的 degree 只是因为我们的 degree 全部是 franchise program 来的，就是把他们的国家的课程放在英国给你们读，所以读的东西是跟他们国家一样，只不过在不同地方读罢了，就是营地，其实马来是本地的，因为他们有受过training跟那个国家。OK， 他们是有经历了的，否则已经很多年了。这样 OK， 我 business 如果我要出国，这样我又有2种选择，一个我可以直接进这个 American 的，要么我也是可以选 A level， 然后再出国读 business。也可以。OK。或者他读 diploma 之后，他东西他 degree 都是可以 transfer 的，最后1年。看他要不要 transfer 罢了。所以 transfer 是哪一个国家？有美国啊、英国、澳洲。大概透露一下，会很贵吗？肯定100千左右1年。然后design 就是我们有分很多种 design。有分那种 fashion design 啊、graphic 啊、gaming 啊、multimedia 就动画啊，跟室内设计。我们会有5个 design 在我们营地这里。哪一个是比较好的？比较多人选。最多人读的是 graphic， 都很多人读吧，这4个。都很多人读。如果你要讲更加，好像如果要找工作有益的话呢，会是这个 digital media 跟 graphic。对，因为这2个是学到画画的，就是他们是一个动画跟一个平面设计，好像我们底下的这些 magazine 啊，好像书啊、brochure 啊，是graphic design， 好像我们看那种电视台，有的是动画的，什么是 for digital media， 这个就是 computer science IT 咯。So IT 它读好像我们有分 diploma in IT 跟 diploma in computer science。OK。So IT computer science IT 就是more on 在做 network 的，好像我们的电路有问题，我们的电脑里面的 system 有问题 ，setting 有问题，我们找 IT。computer science 它是more on 在里面的软件里面的那种结构。For example computer science 它会教你怎样去防 hacker。那个是属于 cybersecurity， 教你怎样去做 software，create 一个 software 出来。那个是 computer science， 然后教你怎样去考的那些 data 的那种 data 收集那些 data 那种 size 啊，像我们看一个 YouTube， 或者是我们看一些影片啊，我们会有那种他们数据的 data， 我们就要 collect 下来，去 check 它什么 data 这些东西，这些全部是 computer science。所以 IT 是more在电路，所以其实 computer science 它的范围会比较大一点，学的东西，compared to IT。所以很多人选 computer science 多过 IT。computer science 它就是一个雨伞，它是包括很大的范围，下面就是 IT。对，所以 IT 它就 focus on 在它的 network 啊，那种他们电路的系统啊 ，system 这样子的结构。如果要修电脑、弄电脑，全部是 IT 的。修电脑、弄电脑 ，hardware 比较多一个是吧？对 ，something like that。然后 computer science 是 software 比较多。对，可以这样讲。这样 computer science 里面也会 include 到 IT 的，也会学到。他们会领到的，只不过他会 more focus on 在他的部分罢了。他们2个的东西是一样的，其实。是很相似的，只是他们 focus 的范围不一样。
这个是读酒店管理，嗯烹饪那种酒店管理感兴趣啊，嗯或者他要去做那种 serve 的啊，做前台，做服务类的服务的，他教你怎样去管理一个酒店，因为他们属于是一门生意，所以他会教你 business 肯定，教你怎样管理一个酒店。你酒店生意做不好，当然你自然而然没有顾客，所以等一下他会教你怎样注重什么部分。而是他们酒店里面呢会包括到饮食业，也是会教你饮食业。只不过我们会有另外一个 part 就是 Diploma in Culinary Arts， 它是 more on 在 focusing on 在饮食业的 F&B 的，就是 food and beverage 这方面。好像我们酒店有那些buffet 啊这些地方啊，是属于 F&B， 所以他们在 Culinary Arts 就学到。But Culinary Arts 呢是 more on 在煮饭的，cooking skills 啊，他们会教你一些 pastry 的东西啊 ，bakery 啊，煮那种中式、西式的东西，所以了解。Culinary Arts 这样听起来，这个 hotel management 跟 business 好像有一点会拎到吧，最好是读 business 比较好啦，business 比较广。你读 business， 如果你要做酒店管理是可以的。因为做酒店管理，他们是一门生意。他会教你怎样把这个酒店去搞好。一样的东西，因为他们一样是 art 的东西，所以是很 flexible 的。对，只是 science 他们比较要求比较高。science 如果一些人读 science 了之后，他们后面读 business 也是可以，因为 science 是可以转去 arts 的，arts 不能去 arts 不能去 science 的。所以是说 once 他在 Form 4的时候进了 art， 他过后就不能读 engineering 这一 side 了，even though 他进 from foundation 之类的。对，因为我们读 science 会有 requirement 的 for next subjects， 像 bio、chemistry 和 physics 的，他没有嘛，就不能。OK， 明白。所以中学要好好读书，就是考到 side stream。能的话就是尽量去 side stream 咯，对吧？他选择比较多。所以他可以选择 art 的。OK。对，不过他们读 art 也是很广。对，因为其实读 science， 他们真的是要对 science 感兴趣，才选 science。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选arts好，他们应该知道他们 science 可能没那么好啊，或者是他们对 science 不感兴趣的。可是我跟你讲，像我的中学啦，是看PMR 的成绩哦，好的话才安排 science， 我们没有的选择讲 science 跟 art 的咯，它自动分配的。对，也是，对，成绩好才给你去 science。对，因为 science 比较难。是可能做工5年了，我就想，这么我没有机会去好像学医科那种啊，可能我过后就有对这个有兴趣了。对，以前我也是这样想，是不是？因为我也是 arts 的。对，我也是 art 的。我也是我在想也是，因为其实我看到读医的蛮好，我在想为什么以前不是读医，我要读 arts。我自己身边的亲戚就跟他们讲，你真的是好好读书，你 PMR 成绩好，你就有机会去那 side stream 班。现在好像没有 PMR 了。现在是 PT3。Masscom 它是一个 marketing 的 tours， 所以这个 tours as in advertising, journalism， 然后也会有那些public relation 啊、DJ radio 啊、photography 啊，这些全部是 Masscom 来的，因为它是个工具 for marketing 的东西，给你讲去宣传一个 marketing 出来。所以 Masscom 它会跟你讲什么都学到。这个digital media 是 more on 在 social media side。Let's say 如果你要做 YouTuber， 网红。你要想那些 content 的 for 你的 video 的，就是好像我们讲的 digital content， 全部东西是 social media， 他们一样是 Masscom， 它是把它的这个部分拍出来是安的在社交媒体上面的，所以我们就有一个 diploma digital media， 2个罢了。这样子听起来，这个 Masscom 跟 marketing 好像也很像，就是 I mean， 他们是一样的东西来的。marketing 它是属于比较传统式的，什么都可以学到 marketing， 包括新的 online 的 marketing 都有。一点点，把它这个是一个 marketing 的 tools。Masscom 是他们的工具来宣传 marketing 出来。回来之后 Masscom 有广告，有做写那种 news 的，新闻的，做主持人 DJ radio， 然后到学费，然后 PTPTN 还有奖学金。我们也修过我们的那个纸的，等一下可以拿给你。因为如果看的是根据几个 A， 然后去有奖学金。最低 for SPM 的话10%，都最安全是拿到3个以上。对，学 A 的话，通常我们最高只可以给到10%吧。他成绩没有这样好，假设啦 ，OK，这样他 PTPM 都接不到的话啦，他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把它。有，我们有一个 Edu Assist， 这是补助金，这个是看家庭收入的。就如果低过8000的话，他就可以拿我们的那个 Edu Assist， 那个是30%。30%的意思是 discount。不是 loan 来的 ，discount 来的。discount 不用还的OK，这是 for 他的 first program 当然就是新 join 的时候。
想问一下啦，你们英地这边啊，跟其他的私立大学相比的话啦，你们觉得你们有什么实际的优势这样子？我们拿 discount 一大堆，真的，我们的 scholarship 可以给到很高。我们还有那个 in-aid 的是补助金，其他是没有的。然后好是好在我们英地有很多那种跟我们合作的公司，我懂其他大学也是有，但不比我们多。我们会比较多。这些公司是跟我们英地有合作关系的，所以如果他们要找工嘛，internship 嘛，他们可以 try to apply to 这些公司咯。明白。所以这个找工几率比较高啊，这就是可以讲的了。环境第一是属于人家的，三位贴的可能是我们的环境，他们又是贵，环境又好，这个是我已经知道这是我们的disadvantage OK。对，然后我只能讲我们 benefit 就是discount 咯，还有读的东西。其实讲真的，课程啊全部是很好的，只不过可能一些负面的一些评论啊，是在于他们自己本身遇到的问题，然后带出来给人家讲，然后可能觉得这是他的不好，但不是代表全部人的不好。因为其实我也是有听过很多家长跟我讲，其实英地很好啊，就已经毕业了的啦，英地很好啊，学费又不会很贵，中等，又有 discount， 读出来也是可以找到工作。能不能就是拿你那个学费哦，我们这边一次过讲？因为其实我也不能讲太久，那个朋友来了，所以我只能说给学费你们，然后你们可以去看一看。你们有没有那个隐藏费用？没有，没有啊。OK。对，这个我们是没有的。是，我是要问清楚这个。我们没有隐藏费用的。我们的学费全部是 list 在那里的，就这样子。报名费、学费。要跟大家讲的啦，如果是考虑读英地的话啦 ，SS5啊这个区啊是学生区加买美食街的，因为这边不止英地，其实还有其他，这边附近有其他大学啊，还有那种 Office Tower 啊之类的。对，然后就是这边的人潮很多，再来车流量也很大一下。如果是高端时段，就比如讲晚上时间啊、傍晚时间啊，就很多人很塞车，所以如果英地的学生很难找到 parking。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边是 My Place， 然后到这个是 The Grand， 这就是 Rajawani， 然后英地。我有收集到学生讲如果驾车来 parking 要搬哪里，一般都是讲把那个 My Place 跟人家月租咯，或者是把这个 Rajawani， 然后也可以月租。或者是讲算 hours 的咯，然后甚至有人就是讲可以怕对面 SS14， 然后走个天桥过来也是方便。然后还有一个是 MBPJ， 就是multi story 的 parking， 走路也是5分钟罢了。等下我们带大家去看，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它有很多次的选择。日本餐 ，OK， 然后这边有个天桥咯，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怕对面 SS14， 然后走这个天桥，直接去到学校，然后也是有银行啊，然后快餐也是有。你们可以看到前面这边就是 LRT 苏班加耶，然后学生走路过去学校也是要5到7分钟啦。这边就是那 MBPJ 的 parking 哦。学生可以把这边然后这边就是以前我们讲的奶茶街，一样也是很多东西吃，很多选择。这边有很多的排屋啦，你看也是有挂布条啊，讲要出租啊。如果学生想要住这种排屋的话，可以联系哦。然后你看去学校的距离，前面红色的就是学校的营地学校，然后大概5分钟就可以到了。然后学生那边也是有提到，就是 Short Lot 楼上也是会有出租房间的，也可以去问咯。大致上我们带你们参观了周围的环境差不多了，然后我也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次是以ART的学生来去 consult 的，那个 staff 啦，他就会解释ART的学生他可以拿什么 subject。OK， 然后我们来总结啦，3个好和3个不好是什么？第一个好，你觉得怎样？OK， 第一个好，我觉得英地它跟很多企业合作咯，这个是我觉得我看到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好像刚才带我们去逛学校的那个学生，他就有讲说，英地他时不时会跟很多大企业合作，比如说有一些大企业 IPG 是吗？然后还有一个 YTL， 他都会来学校给一个可能半天的 talk 或者是2天的 talk然后
再让学生去处理一些 special assignment， 比如说他们会把他们公司的一些问题丢给学生，看学生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然后要是学生能够解决到好的话，就他们会给他们一个 certificate 咯，这也是对他们未来有个帮助这样对，子啦。所以学生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实战，去不是读死书而已，就是实战他们学到的知识。第二个呢，我是觉得他们的文化蛮不错的，比如讲他们是8点到6点，然后全体下班这样子，然后甚至是讲星期五可能可以星期五没有课，或者拜六礼拜没有课的，他们就1到星期五这样子，就比较固定的时间啊，不像其他学校这样子，就是看那个老师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有课之类的。就准时上课、准时下班这样子的概念啊。OK， 第三个我觉得比较好的东西是印地，它有那个，它有很多 discount 或者是很多的那个 scholarship 去 appreciate 学生。讲呢，就是比如说学生他的成绩好的话，这样他可以拿到很多discount。比如说我没有记错，好像3个 A 开始就可以 apply 他的 scholarship 了，所以就变到说学生他就有那个掌握权。讲那个掌握权呢，就是学生他努力，他可以拿到一些回报。有一些学校呢，他没有 provide 这种的话，就学生努力，他就拿不到回报咯。然后再来，他其实有给那个助援金啊，30% 的 discount 给那些经济困难的学生。对，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 parents 的 income 没有超过8000块的话，就可以申请这个助学金，他直接扣你的学费。当然，他的这个助学金跟奖学金好像是不能 stack 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只能选 whichever higher， 比如说你申请到的奖学金比较高，那你就只能拿比较高的那个。对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3个不好的地方。OK， 你觉得呢？有吗？你没有的话我就讲。你讲。OK， 我觉得有好就有不好，就是说它的地理位置真的是很好 ，SS5，可是学生烦恼的问题就是驾车人没有 parking， 然后学校里面也没有 provide 学生 parking 给学生哦，我是觉得这个是不好啦。然后第二个，你有吗？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算是校园生活吧，因为我的感觉印地比较多是他的课室啊，或者是他上课的地方哦，真的是很像我们以前中学去的那种补习班，就是一个小课室啊，然后很多桌子椅子啊，就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啦，它会比较像 city life 的感觉，然后facility 也不是很多，因为如果是讲可能要基本的 gym 啊这些，我觉得应该要有啦。可是他们如果是住外面的 grant 啊，他们就有这些 facility， 要泳池啊 gym 哦这些。学校本身里面是没有的，可是外面哦，你就只能依靠外面的。然后接下来第3个就是学校的食堂的食物，我们问10个都讲很少去吃，要不然就讲不好吃。然后我觉得这个可以改善啊，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的人也会考量学校里面的食物怎么样。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学校里面的东西都会比外面的还要便宜，这个应该是常识吧。可是，在印地，even though它的食堂比外面的还要便宜，可是也是很少学生进去吃，这样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个就是我们总结啦。然后我也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有采访在校生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讲他们1个月生活费多少啊，住宿哪里啊，对印地的评价怎么样啊？你们可以去看上一个影片啊，我们已经发布了。我们很时常遇到一个问题是，中学生他们不知道大学有什么科系，然后也不知道可以读什么。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他做得很好，就是他 brochure 就是 list 到印地有的课程有什么，然后他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影片哦，他真的就是按照那个 brochure 来跟我们讲啊的学生可以读这些科系咯，所以我是觉得就很清晰，它的架构就很好，对，来解释给我们这样子。再给大家一个例子啦，比如说我们去其他的学校啊，他们的 flow 一般上都是问哦，这样你对什么有兴趣，然后他才 based on 你有兴趣的东西去 suggest， 或者是去拿相应的课程或者相应的科系来给你，所以你就不知道原来好像比如说我讲英文系或者是childcare education 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讲你对 childcare 有兴趣的话，他是不会拿出来给你的。是。对，其他的学校呢就没有一次过跟你讲完他们有什么咯，他就based on他已经 assume 你对某一个科系有兴趣了，然后你就去了解那个科系而已。可是印地呢，就是他真的是全部都跟你讲完他有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一个点呢。最后我要问一下大家啦，如果你们过后想要看我们去印地尼来，就是那边科系比较多是 engineering 啊 health and science 啊，我知道热门科系是中医啦，然后你们留言让我们知道一下啦，然后我们就会去安排。还有就是看着这个影片的印地的在校生啊，如你们有什么留言也可以留下来，
就是关于你们在营地的校园生活怎么样啊，体验感怎么样，这个也可以帮助到迷茫的学弟学妹们可以做更好的选择。OK， 影片就到此结束啦。如果喜欢这个影片，记得关注、点赞，还有分享这个影片哦。还有你们想要看什么学校，我们带你们去看，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OK， 拜拜。